让你的资产升值10000倍，但是代价却是让你的身体缩小到12厘米。为了解决世界人口剧增，节约地球资源，科学家发明了一项技术，人类可以缩小自己，变小后自己的钱可以翻100倍，并且在缩小人的世界里，购买的东西也会便宜100倍。科学家建造了无数缩小世界，提供缩小人生活。原本一片面包只够1人享用，缩小后一片面包能够10几个人吃。36个缩小志愿者被推上讲台，其中一对夫妇还诞下了2个宝宝。这说明缩小技术不影响人类繁衍，并且36个人在缩小乐园4年下来，产生的所有不可分解的垃圾只有1小袋。这绝对是解决地球垃圾过剩的有力措施。保罗和妻子就是这样一对财政紧张的夫妻。妻子想换个大点的房子，但是保罗只是一个理疗师，没那么多钱。他们在一次派对上遇见了他们的老朋友，老朋友成功缩小，他告诉保罗他缩小后的幸福生活，住在豪宅里看美女，他也想试试。于是保罗带着妻子来到了微型人社区，导游介绍了这里的奢华生活，身上所有的钻石首饰一共只要83元，市中心1000多平方米的豪华大别墅竟然只要几万元就能买到。夫妻俩决定正式变小，保罗和妻子辞去了工作，并告别了朋友和家人，大家都为他们即将迎来的新生活高兴。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微型人的存在，比如他们在酒馆就遇见一个秃头男人，秃头男人觉得微型人没有投票权，也不向政府交税，这明显是负担啊。他们听完后有些犹豫，但回到家后，他们还是把结婚戒指放进保险盒里，等他们缩小后，戒指肯定戴不上了。前往微型人社区的路上，妻子看起来并不兴奋。随后他们签署了缩小协议，并正式进入手术，因为手术时男女需要分开，于是保罗先进去了。你见过一群人一起做手术吗？准备室里，医生正在给进行手术的人剔除全身毛发，帮他们拔牙。原来这一群人正在进行缩小手术，这是科学家新研发的一种新技术。准备好一切后，医生给保罗打好麻醉，并清除身体。最后，他和所有人被推进手术室，接着启动了缩小机器。不一会儿，病床上的人全都变小了。医生小心地把他们转移到小床上。医院的另一边是微型人世界，他们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些新居民了。保罗被换上了新的牙齿，在恢复室醒来，护士拿来了一个巨大的饼干。保罗意识到自己已经成功变小了，他追不及待想要找妻子。医生递给他一个手机，是妻子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里，妻子的声音颤抖着。保罗问他在哪，但妻子没有正面回答。原来妻子临时反悔了，他并没有变小，而是逃到了机场准备回家。保罗压不住心中的愤怒，和妻子吵了起来。最后妻子决定离婚，保罗很崩溃，但他必须接受这个事实，因为自己已经回不到原来的大小了。保罗走出医院，这是一个被巨型塑料薄膜包裹的世界。他来到一座豪宅前，这就是保罗以后的家。奢华的家具，超大的观景阳台，宽敞的衣帽间里有穿不尽的衣服。突然有人按门铃，是工作人员来送他和妻子的婚戒。保罗非常难受，和妻子离婚后，沮丧的他来到新邻居的家，在他的派对一顿喝酒发泄自己的情绪。第二天早上，保罗在邻居家的桌子下醒来，清洁工上门打扫卫生。保罗注意到了一个跛脚女人，他跟着跛脚女人来到洗手间，发现她竟然在偷药。女人看到他后，不慌不忙把药放进包里，还咨询保罗这是什么药。保罗拿起来一看，是消炎药和止痛药。女人解释这些药都是过期药，经过主人批准，他才想带给朋友。保罗作为曾经的职业理疗师，很敏感地发现女人的腿还是有点问题，他觉得女人有点面熟，这是当年那个从越南偷渡来的唯一幸存者。这个女人发现保罗是医生后，带着他就往外走，要带他去给自己的朋友看病。26名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走在一起，正在讨论着人类性命攸关的事情。世界末日即将来临，人类马上面临灭绝。一位科学家提出，让一部分缩小人进入到地下生活，保留人类的火种。他们坐了很久的大巴车，来到微型世界的边缘地带，这里就像个贫民窟。保罗替玉花的朋友看了病，但朋友还是去世了。这天，保罗再次来给玉花治疗脚伤，却不小心把他的假肢弄坏了。保罗只好在玉花的新假肢做好前，替他去工作，并充当他的司机。保罗每天跟在玉花身边，看着他给贫民区的老人送吃的，自己也热心的帮助小孩看病。有一天，邻居告诉玉花，他们要带保罗去，时间可能需要很久，但玉花坚持自己也要跟着去。于是几人坐上了前往挪威的船。船上，保罗和玉花的感情逐渐升温，并且打了美国8炮之一的爱情炮，两人正式确立了恋人关系。他们遇见了创造微型人的教授，教授带他们来到一个小镇，小镇的居民热情地迎接了他们，并带他们参观了他们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——地下的世界。由于26位诺贝尔科学家总结得出，世界末日可能即将来临，微型人面临灭绝，他们需要进入地底延续种族。这天晚上，他们举行了最后的告别式。原来这里的大多数人决定带头转入地下，然后关闭通往外界的出入口，直到世界末日。听到这个伟大的计划，保罗很感动，他没有理会玉花的反对，想参与拯救微缩人的计划。但是玉花没有选择和他一起去，和自己的前妻一样，在这个世界上有他的朋友和生活。玉花给了他一本圣经，然后看着他走进隧道。步行到地下世界需要11个小时，但后来他突然犹豫了，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他拿着行李站在那里，再回头看看隧道入口的门，这次他必须做出不同的选择。他放弃了去地下世界的计划，
在通往地下的门关闭之前，他转身跑出了隧道，回到玉花身边，向她表达自己的爱意。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。